大家跟我一起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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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。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。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，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要开始学习的是广论的奢摩他。静虑度呢和智慧度是六度之中的后二度，然后静虑度的前一度呢是精进度。还记不记得精进度的定义是什么？是勇于善，对吧？勇于善法。然后这里边的勇字呢是什么意思？是好要欢喜的意思。那么勇于善呢，就是对善法好要欢喜。身心若振奋，众善皆易成。我们平常呢做一件事情，有时候觉得特别困难，那个事情的难度呢似乎很大，但是再难的事情都会找到下脚的第一步，如果我们心意振奋的话。比如说菩萨修菩萨行，发菩提心修菩萨行，然后在广论里呢是有清晰的修持的次第，然后看到菩萨的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心生不违，觉得这些我怎么可能做到？但是呢，在布施度里边，让我们学会从布施黄菜叶开始。那么黄菜叶呢是很容易布施的，因为也没有让我们布施整颗的菜，也没有让我们布施绿的，只是黄的而已。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舍心开始练的话，慢慢的就可以用强大的布施来对治自己的慳贪心，然后一步一步呢，把我们的心从只爱着自己，计较自己的苦乐，然后转化成关心越来越多的人，乃至关心呢所有的有情，然后把爱着自己之心转化为爱他圣子之心，甚至呢为了利益尽法界变虚空界的如母有情，然后发起了一颗志求佛果的这样的心。像入行论中有这样说：佛语多劫深思维，见此决心最饶益，无量众生依于此，顺利能获最胜乐。所以佛陀呢真实的彻见了菩提心对于自他的饶益，在入行论中以菩提心的种种利益，然后来劝发我们能够发起菩提心。比如说会说菩提心能够灭罪胜过其他的善，然后容易获得利益和欢乐和快乐，而且呢能够承办我们的所求。比如说欲灭三有百般苦，即处有情众不安，欲享百种快乐者，恒常莫舍菩提心。所以呢
菩提心呢也是非常的珍贵难得，它的快乐的果报呢没有穷尽，然后其余的善行呢如芭蕉，果实生矣终枯槁。菩提心树恒生果，非仅不尽反增茂。所以呢，从生果的方面，菩提心的利益的快乐的果实是没有穷尽的，而且菩提心能够损定罪，除去怖畏，然后能灭不定罪。所以菩提心，像入行论还有一个偈子说，菩提心如劫末火，刹那能毁诸重罪。说在劫末火出现的时候呢，初禅天以下的七世间都会被这样的劫末火烧成灰烬。同样的呢，发起菩提心在刹那间就能够烧毁，就像劫末火一样，烧毁非常非常严重的各种恶业。严重的各种恶业会感到什么？极其惨烈的苦果成熟在个人的身心上。所以呢，菩提心如果能够在刹那间就能够净化各式各样的重罪的话，那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大福音，好消息哦。入行论这些偈子是非常美好的、美妙的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最好把它背下来。虽然外道呢也是会修止观的，声闻乘还有独觉乘也修止观，所以呢止观是与外道与小乘共的。但是呢，宗大师是在六度中的后二度，六度中的后二度呢的章节里边，然后广讲止观。大师这么做呢，一定是希望我们能够以大乘发心或者随顺大乘发心来修学止观。后二度的度字就是波罗蜜多，意译过来呢就是到彼岸，跟大乘道呢是同义的。那到彼岸，何处是彼岸？是增上生，是出离生死轮回，还是佛地？如果没有大乘发心的摄持，即便我们获得了止观，也不是净律波罗蜜多和般若波罗蜜多。因此呢，我们并不是仅仅为了自己得到禅定之后能够享受禅定的快乐，处在那种清安之中，也不是仅仅呢为了自己得到止观之后呢能够了脱生死，只求自己了脱生死。我们呢必须建立，是为了将无穷无尽的如母有情从生死的流转中救拔出来，然后我必须去成佛，这样的一个目标。然后为了成佛呢，我们必须在心中升起止观双运的道。升起止观双运之前呢，我们必须要获得真实的奢摩他。所以呢，我们先要了解如何才能够升起真实的奢摩他。入行论中说，发起精进矣，亦当住禅定，内心散乱者，如处祸崖中。在发起乐于行善的精进之后呢，应该让我们的心安住于禅定。如果没有办法安住于禅定的状态，我们的心呢就会非常散乱。散乱的人呢，就如处祸崖中。心生散乱者像什么呢？就像处在众多烦恼猛兽的獠牙中是一样的。然后如果身处在猛兽的獠牙中的话，大家可以知道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，因为只要那獠牙一动就没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安全状态呢是要在禅定中，所以要必须升起禅定。那么升起禅定呢，
要升起，要对峙沉默和掉举，所以我们要必须努力的升起，远离沉掉的禅定。宗大师在《功德之本颂》中说：于颠倒境散乱能止息，切于正义如理起寻思，由是引发止观双运道，速即相续升起求加持。这里边的第一句呢，于颠倒境散乱能止息，这个最主要的讲的就是奢摩他。那么呢，也就是止观中的止。奢摩他是内道与外道都必须修持的一种道，前面我们已经讲了。外道和内道修持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比如说外道的行者，他透过修习奢摩他，也能让心完全专注在他的所缘境上。而内道当中，无论大乘或小乘的，也必须修学奢摩他，这是大小乘的不可或缺的一种道。以内道而言呢，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心安住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善所缘上。比如说，就像安住，像把我的手安住在这个麦克风上一样，就这样安住在这上面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个散乱的状态就是这样一直抓各种东西，然后这是一直安住在善所，这个是善所缘的话。或者说，我们观想一尊佛像，让我们的心缘着佛像。可是如果我们的心如果没有办法安住在善所缘，而心会什么也不缘吗？会老老实实待着吗？不会的，它会缘着善所缘以外的法，那么心中呢就升起了散乱。然后这就是功德之本颂当中说的于颠倒境散乱。当我们的心没办法专注在善所缘上，产生散乱的时候，而且不停的散乱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力量，那个力量就是止。止什么呢？止息这个散乱。能感觉到，就是比如说如果是这只手的话，就这样一直这样，然后这个止的就是把它握住，乃至把它压服掉，然后开始缘在善所缘上。所以说呢，就是把它从原来的散乱的轨道上拉到一个不散乱的轨道上，就是把一件事把这个事挪到这上面，这是需要力的。有的时候可能像起重机一样，虽然我们举的是心念，可能会比举石头举什么还要费力气，因为它会咬不住，就是你的心开始缘正念的时候会一直散，会抓不住，因为心没有力量，止力不够。所以需要我们不停的练习，我们要设法让我们的心能够止息散乱，专注于善所缘上。所以宗大师说，于颠倒境散乱能止息，这就是奢摩他，也就是止观中的止的部分。那么外道透过修学奢摩他呢，能够对欲界离欲哦，就是能够离开欲界哦，他的心哦，甚至呢，他可以层层增上，然后获得四禅八定，然后连最高天的有顶定都能够获得。而且透过奢摩他呢，他能够升起众多的神通啊，非常了不起的神通，就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像神仙一样的，而且呢还能够进行种种神变。但是呢，即便是这样，就是已经像个神仙似的，或者说我们看到这么厉害的人，会以为说，哎，这是不是佛菩萨这么厉害？但是这样够不够呢？看起来像，实际上是不是呢？这样是不够的。所以他第二句话就提醒到说，且与正义如理起寻思，这里边的正义是说只有奢摩他是不够的，升起奢摩他之后呢，我们必须要如理的观察真实义。然后这个真实义呢，这个正义也就是空性的内涵。所以由是呢引发止观双运道，然后我们速即相续升起求加持。
那么速疾相续升起什么呢？就是升起止观双运道。所谓的止呢，就是奢摩他；观呢，就是毗婆舍那。奢摩他能够止息心中对颠倒境的散乱，毗婆舍那能够如理的观察空性的内涵。希望呢，就是说透过上师您的加持，您的加持力，然后让我们的心绪中能够快速的升起止观双运的道。想要升起止观双运呢，就必须要先获得止，也就是奢摩他。然后奢摩他这3个字呢，是梵文的音译奢摩他，然后呢意译过来就是寂止，寂静的寂，停止的止，寂灭沉掉，专一安住于所缘境上，并且被殊胜的清安所摄持的三摩地，就是奢摩他了。所以祈求上师能够加持我们心中能够快速的升起止观双运的道。